嗨，大家好！我现在呢搭了几趟地铁啊，经过一些转乘呢，来到了江宁路站边上啊。原本呢我是要去江宁路北边苏州河沿岸呢去骑行一下，结果我看了一下地图啊，附近有一个叫玉佛寺的古庙啊。我记得年轻时候呢曾经到这边来过，所以呢先去就地重游一下。但是呢来到这个附近啊，又是处于一个围蔽的施工的状态啊。这个应该是一个门，但应该是一个出口。我们从这个右侧的黄色的院墙啊，这种庙宇特有的这种建筑风格呢，就知道是一个古庙。应该呢也是上海的4大名寺之一啊。可以看得出来呢，周边也在进行一些开发。左手边对面啊，完全是一片铲平的地段啊，需要进行一个开发。那我想这边可能就是玉佛禅寺的正门了啊。我们来抬头看看这个玉佛禅寺漂亮的大门，但是大门呢全部都紧闭啊，所以要从边上一个小门通过扫健康码才能够进到里面。当然也少不得要一些香火钱啊，每个人20。最近在上海啊，随意的骑行啊，也经过了很多的庙宇，比方说差不多修整完的龙华寺啊。2天前还去过七宝禅寺，应该叫七宝教寺啊。但其实七宝教寺呢正在重新的修建之中，一片很大的工地。但是在七宝教寺旁边呢，有一座叫南七宝寺，虽然是一座比较小的庙宇啊，但是看到啊香火还是蛮盛。今天呢，也就是为了骑行的目的啊，出来随意走走。因为每次呢骑行啊，也总希望呢能够骑到一些比较新鲜的地方，或者好久没有去过的地方呢，以满足一下新鲜感。骑行呢，主要当然是为了健身，但是呢，也满足一下视觉上的一些需求。其实呢，每当骑行在一条陌生的马路啊，当然希望是一条幽静的啊、漂亮的马路，或者呢是一条乡间的小道，就会呢使内心产生愉悦，让骑行呢变得更加的有趣。现在呢，我从这条正在修建的新会路上啊，新会路呢是广东的一个地方的名字，回到了江宁路上。江宁路这边呢就有13号的地铁站，但其实呢，我是在前面的一个站啊，汉口路坐了1号线呢换成13号线。现在开始呢，顺着江宁路向北骑行，相信前方不远呢，
就会到苏州河边了。现在我穿过这条重新扩建后的大马路长寿路啊，继续呢顺着江宁路向北骑行。曾经有一次啊，去苏州河畔的一段修整一新的步道，叫华正步道呢，去漫步了一段路，非常优美的一条步道啊。也是把华东政法大学的校园打开以后啊，做成了一个清水的步道。相信呢是上海苏州河沿岸的一条精品路段。相信呢跟随我骑行的朋友们呢，应该观看过那段视频。如果你是观看我视频的新朋友呢，务请关注订阅我的视频。里边呢有很多往期的在上海骑行以及其他地方拍摄的视频。这条马路呢是澳门路啊，就上海的马路呢，其实也是全国各地的地名，但是呢，它以前在取地名的时候呢，并没有考虑到它的方位啊。但是现在的话呢，新的地名可能会按照它原本的方位，比方说在闵行啊，它是处于上海的西南角。所以那边很多新的马路呢，都会用云南那边的地名作为马路的名字啊。就如果大家有去过台北，在台北呢，你只要是看到一个路名，你大概就知道在台北的这座城市的某个方位啊，因为它基本上是按照中国地图来把这些对应的地名，就是符合它的方位啊，所以一目了然。现在呢，来到了江宁路的桥下啊，那这边呢，明显的感觉都在维修的过程当中。我们稍稍的往前骑一段。看来这边并没有一个合适的骑行道，让我们能够骑过去啊。结果在一个消防队的门前呢，发现是有一条沿着苏州河的小道，看看能不能往前骑一下。结果呢，还是去到人家的住宅区里面了啊。看来这个地方是不通的。
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骑行啊，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。骑着骑着呢，就有可能迷失方向啊，甚至呢会进到一处死胡同。但是呢无所谓啊，因为本身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骑行锻炼一下身体，每天呢产生一定的运动量，让自己的肌肉呢一直保持在一定的紧张状态啊，也就保持一种活力。路上看景呢其实还在其次，但是呢又跟骑行相辅相成，并且呢随手拍的这视频呢也要有一定的观赏性啊，所以呢每次都会选择一些尽可能优美的地方，或者大家耳熟能详但是呢好久没有去过，或者呢只闻其名未见其实的地方呢，给大家也顺手的拍一拍。因为呢我不是那种做旅游博主的人物啊，所以对于这些景点的介绍、路过的风景名胜啊，有时候也就是泛泛一说，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。所以这点呢也是要向观看我视频的朋友致歉啊。这边呢有一个叫苏州河孟清源环保主题公园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个人工的湿地啊，看看能不能在这边啊去参观一下。苏州河孟清源环保主题公园，门口有一只懒猫，眯着个眼睛打瞌睡。孟清源啊，环保主题公园，我们到里面去转一圈。苏州河畔呢，有很多的沿河的马路啊是不能骑行的，或者只有一条窄窄的人行步道啊，所以到这边来呢，经常就要下单车走路，才能够呢去观览一下苏州河畔的风景。一开始还的不是这本金，你知道吗？还的全是利息。你全都。从这个孟清源所处的位置啊，我在地图上呢看到它也跟华东政法大学所处的那个半岛一样啊，是伸到苏州河里面的一个半岛，感觉呢就是一个公园，相当不错。所以到苏州河这个边上来呢，一定要通过骑单车加步行，才能够去到一些风景比较好的地方。
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，是吧？就过去。从这个小地图呢，就可以看到啊，它是从这里有一个尖尖的半岛，利用这个半岛呢，就是一个河滨公园。步道旁还做了一个流水的小瀑布。刚才在骑行的路上也看到啊，某一段的苏州河的沿河的那些道路边上的绿化还在进行重建，还是一片工地啊。但是到了这边呢，就已经是修建的很完善的一处公园。小朋友的游乐场，这边呢就可以走下到清河的步道啊，栈道上去了。从这边可以看到河对岸的是一片高尚的住宅区，这些清河的河滨大楼啊，应该价值不菲啊，确实很优美的环境。河里头呢有几只怪鸟啊，我还真不知道这叫什么鸟。看见有一只鸟呢，还叼了一条小鱼。我现在用手机呢来拍一下啊，这样可以拉得更近一些，看到河边的好几只鸟，应该有个10来只吧。有一只呢还在那边吃鱼。有人呢在用这个长镜头啊，拉近距离拍摄这些鸟。这边还有一个古怪的亭子啊，可以走上去看一看，上面的风景应该更好。
这里呢就可以凭栏观河，看看对面的高尚的住宅群。身后的公园，整个环境非常好，非常幽静啊，适合附近的居民到这边来休闲、散步，做一些水域运动啊，很不错的一处公园。前面有一只猫匍匐着向前啊，是不是抓到什么猎物了呢？经过了这几十年的不懈的努力啊，苏州河从一条无人问津、唯恐避之不及的臭水帮，变成了如今的非常平和啊，没有什么异味，两岸呢风景越来越美的河道。这个可能就是上海这几十年的变化的一个象征。这个可能就是上海这几十年的变化的一个象征。明显的呢，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角上啊伸出去的那个半岛。看到一棵紫薇树啊，在秋天的季节，叶子都有些枯黄，但是整个树冠啊，非常的漂亮。
看来这个公园啊，面积其实不小，能够把这一片啊清河的地段完全开发成一片公园啊，还是要有一些魄力啊，也算一个大手笔。这边呢挺贴心的，把这些树木啊都用中英文名字标上。这个叫雪松，应该来自遥远的北方。这里蛮好的，吃好饭走走。在这个苏州河畔的孟清园里边呢，走马观花转了一圈，也是意外的收获。现在呢，出这个公园啊，再找共享单车继续骑行。这个就是应该我刚刚在的那个车吧。Hello 单车。这边沿岸的一些马路呢，还在施工当中啊，可能周边也在做一些进一步的美化。我现在呢离开了这个孟清园啊，但是我的左侧呢还是苏州河。苏州河上呢有很多的桥啊，等一会儿呢也会选几个去桥上走一走。这里就到了昌化路桥。这边呢就有一处建筑啊，叫大洋经典吗？一个网红的一个建筑物啊，门口呢还有万圣节的一些摆设。
这边这个车不能骑到里面去的吧？啊，不能骑到里面。好，知道。边上这个路可以往那去吗？可以从这个哦边子上那。好好好，谢谢你。这个我还只是在照片上看过啊，这个楼盘好像像一个城市的森林树一样的建筑啊。每一家呢都有一个有绿化的阳台啊，非常的漂亮。哦，这个上面，这个才录音的。这个树上呢还挂满着一些鬼节的一些装饰啊。但是想到前些天在韩国汉城发生的踩踏事件啊，心里头有一些莫名的悲伤。这个地方呢，非常美的一片河岸，建了这么一处啊，非常有特色的公寓。每一家呢都有大阳台，阳台上呢都有绿植啊，非常有意思。而对面呢就是现代的摩天的高楼，新的住宅区啊。这里呢，这条路啊是有个小坡，可以一路骑到对面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就在这个江岸的，其实是一个步道啊，我们骑下去看一看。应届生啊。这边的江岸呢，我以前从来没来过。当然，以前恐怕也是不通的啊。现在呢，可以让大家在这边散步，也可以像我这样的来骑行。一大片的这样的一个建筑，还有27、37吧，正在建设过程当中。稍稍呢也保留了几栋以前的老建筑啊。还好，这边还继续有路可以向前走。上海这个城市呢，虽然年轻啊，但是已经不能用改造来形容了，应该说正在进行一种改天换地的变化。以前的一些老建筑呢，只是作为一种点缀啊，还保持着一份记忆，但是呢，基本上啊都被那个新的建筑、更加时尚的建筑呢所取代。这边还有很多清水的平台，观望一下。我们也可以回望一下啊，刚刚从那边过来，这里看到的那个建筑物啊，就看得更加的清楚啊。就好像一个城市的小森林一样的矗立在苏州河畔。这边呢还有个码头啊，叫昌化路码头，可以租用这些小的游艇啊，或者乘坐这些游艇呢，在苏州河里面泛舟观赏。前面的那个楼呢已经完工了啊，这边呢还在起第2期或者第3期吧，非常有特色的一种建筑物。娘妈妈，我来了。我觉得一个城市啊，它
能不能区分它的优劣啊？我觉得首先呢，它就是有一定的继承，在前人的遗留下来的文化的基础之上呢。第二个就是创新，而且希望这种创新呢，可以异想天开，可以非常的怪异啊，就好像当年我们去巴黎啊看过那个蓬皮杜艺术中心，那些大馆子在当年来讲是被人家诟病的，但是久而久之呢，它就成了城市的一道风景。再往前推呢，当年的埃菲尔铁塔建起来以后，巴黎的市民纷纷请愿，要求把它拆除，因为那个钢铁的庞然大物啊，跟当年整个城区的这种规划风貌呢，大家觉得完全不搭。但是呢，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啊，大家又能够接受，并且呢，成了巴黎的象征。所以人的审美呢，随着时代的变化，也会不断的改变啊。但是往往呢是慢一拍的，所以只有那些先锋艺术家们啊，他们呢就会有超前的思维，超越来者的眼光，创造出那些一开始被大家诟病，然后呢被大家接受并且推崇的那些建筑物、艺术品。这边呢，看来是保留了一些老房子啊，转成了商业的用途。今天我没想到啊，这边还可以骑行一段在苏州河边的路。这边有一个苏河18湾故事，长寿湾，我就不念了啊。这边呢也有很多码头。哦，到这边呢就到头了啊。哎，这边我又见到了澳门路啊！刚刚我就是从澳门路那边啊去到苏州河，兜了个圈又兜到了澳门路上。这边呢，显然还有很多的房子啊，还在翻新的过程当中。整个江岸呢，还需要美化。工业初心啊，这段地带叫。
多的很。前方这座比较现代的桥呢，叫昌平路桥。我记得这边应该有个昌平路站啊。但是到了这边呢，就发现没有路可以走了，必须要抬车上去了。有人放了一个很漂亮的风筝，像一只鹰啊。现在呢，我就顺着这个昌平路桥啊，由桥南骑向桥北，看看能不能去走一段啊苏州河的北岸。北岸这条路呢叫光复路。现在呢，骑行在苏州河的北岸。这边感觉啊，景物更好。前方呢就是恒丰路桥了，在恒丰路桥下面穿过。
刚才看到地面上有写，这一段河边的道路呢，都属于静安区啊。这一段苏州河北岸的步行道，也是我正在骑行的这条小路呢，别有风光啊。虽然呢没有办法比黄埔滨江那边的宽敞的骑行道，但是这边呢有很多新旧的景物，有一种东西文化交汇的感觉。而且呢，这片区域的改造力度很大，时不时呢就会路过一些围蔽的正在施工，但是过了1-2年呢，就会焕然一新的地方。唯一的问题呢，就是它这边的马路本来就比较窄，所以没有专门设骑行道啊。但是呢，它也没说这个步行道不让骑行，所以呢，可能也是两边都可以用。这里又看到一些老建筑一个优秀的历史建筑——复兴面粉公司。应该以前也是一个民营的涉及民生的这么一个企业的旧址。对面呢也有好多这样的房子正在维修，但是呢应该都会被保留下来，总算呢没有都被拆除。这边呢已经到了新闸路桥、新闸桥，但是这边又要抬车了。哎，今天6号要回去的呀，新闸桥，看来还得继续向前。这边居然还有一座叫乌镇路桥的，我以前都不知道呢。48年重建现在我在乌镇路桥上呢，经过一下，从北岸到南岸去，顺便呢也看看
苏州河的江景。苏州河南岸新闸路上啊，这边呢到了一片旧的居民的房子门前了。明显的感觉呢，这些清河的步道呢，优先那些行走的人们。但是呢，边上那些街道实在是太过狭窄，所以呢，我也只能借行在这些清水的步行道上骑行。终于被人家注意了一下啊！现在呢，准备穿过西藏路桥。我想我这段骑行啊，也可能接近1个来小时了吧。估计我的电池呢即将用完了啊，所以我就在过了西藏路桥这段呢，就准备先告一段落啊，结束我今天在苏州河畔的第一段的骑行。前方有更多美好的风景，我的骑行呢还将继续。我们一会儿见，再见，拜拜。